亲吻拳套，弯腰鞠躬。每次在比赛开始之前，这个钢铁直男都会重复这一套动作。他是拳坛的谦谦君子，他没有泰森的暴脾气，更没有老霍的奸诈狡猾。这种温文尔雅的亲近感，让他瞬间收获了大票的粉丝，甚至让人觉得这位前拳王就像是你们办公室里那个腼腆闷骚的同事小哥。但是，千万不要把这个人放进擂台，否则他会在1秒钟之内变身成最凶狠的格斗暴君，那是啪啪打脸。在这个残酷的拳击世界，仿佛天生有一种人，从出生的那天起，就像被死神亲吻了拳头。而我们的三哥就是被死神亲了最多的孩子，这也让他成为中量级拳手当中用实力说话的杀戮机器，甚至你也可以称他为战神中的战神。和他交手过的大多对手，要么被当场打晕，要么赛后被送进医院。简单来说，能够在他面前全身而退的对手，摊开1只手就能数得过来。42场获胜就有37次 KO 对手，终结率只能用变态2字形容。如果你对这个数据没有概念，大师也可以告诉你，三哥摧毁对手的概率可以和巅峰期的泰森平起平坐。对于中量级的选手来说，这样的摧毁能力绝对惊人，真的是三哥出手残暴拉满，让除了红毛小子之外的选手感受到了犹如在马路上行走被行驶中的汽车碰撞了错觉。今天这期视频，咱们就安排一期格洛夫金的残暴终结，看一看这位哈萨克重炮手能否配得上拳坛战神的美誉。350场业余比赛，三哥的那双钢铁般重拳早已经锻造成最恐怖的武器。2006年5月，三哥来到了德国，展开了精彩的职业生涯。而他首秀的对手就是留着大背头的巴洛格。比赛开始，大背头还以为他只是个菜鸟，所以就连出拳都是懒懒散散。三哥是一边配合，一边寻找绝杀的机会。当首回合进行到1分14秒，三哥的右手拳开始蓄力，看似平平无奇的一记勾拳，大背头却人仰马翻，1秒上头。裁判一看大背头的样子，是大手一挥叫停了比赛。前面也提到过，三哥绝对是拳坛君子，即便是对手，哪怕存在着竞争关系，但三哥是该服服该狠狠。有没有看出点泰森的风范？第2场比赛，三哥对上了美国黑大汉拉娟西蒙，这是亚洲拳手和美国拳手的一次碰撞。别看这位黑大汉人高马大，但却是个不折不扣的倒霉蛋。曾经带着24战不败的战绩，前后2次挑战 IBF 冠军腰带和 IBF 国际冠军腰带，但都打满了12回合，最终以点数败给了对手。常规赛是李逵，冠军赛是李鬼，有争夺冠军的实力，只可惜没有冠军的命。所以今天的比赛，西蒙能够第3次挑战冠军，和三哥争夺 WBA 和 IBU 中量级冠军头衔，已经算得上祖坟上冒烟烟了。天灵灵地灵灵，太上老君快显灵，关二爷曹国舅，圣诞老人孙悟空，一定保佑我。首回合结束，首回合开始，双方拳手都十分的谨慎，三哥用刺拳不停的试探，西蒙是闪转腾挪，法力无边，三哥的反应十分灵敏。西蒙刚打出一记前手刺拳，三哥就快速反击，打出重拳。西蒙更是不甘示弱，抱着首回合必杀的决心，冰柜神速献上了组合连击，双方是有来有往，一时间难分伯仲。西蒙是越打越猛，当前手刺拳落空之后，快速移动准备再次进攻。三哥已经看穿了他的伎俩，在对手移动的同时，三哥的拳头就像是跟踪导弹，一记重拳击倒之后，满脸淡定的潇洒离开。对手缓了半天之后，抬起头来是一脸的懵逼，这是哪儿？是不是快开饭了？就这样，三哥兵不血刃的一刀砍断了西蒙的夺冠梦。西蒙也在此战2年之后，带着遗憾和不甘，饮恨退役。第3场比赛，三哥对战安东尼奥·卢比奥，他是拳坛的绝对硬茬。在遇到格洛夫金之前，职业战绩59胜7负1平，和前面提到了黑哥一样，前后2次挑战中量级冠军，但最终都以失败告终。只能说这位卢比奥有一流的水平，却没有冠军的命运。诸如此类的苦命人，三哥是见一个收一个。你们这些人都是来争老二的吗？就这样，双方的战斗正式开始。对手出拳迅猛，有模有样，势必要夺走三哥的冠军腰带。但三哥格洛夫金也绝非凡人，虽然看起来是有来有往，双方不停地互换着拳头，可大家都知道，三哥只是在适应比赛的节奏。一旦当他熟悉节奏之后，对手就只有躺下的命了。果不其然，当比赛来到第2回合，三哥一记上勾拳直接破防，打懵了对手。他是摇摇晃晃，避而不战。三哥一路穷追不舍，誓要终结。最终一记前手摆拳犹如精准致命的利刃出鞘，对手瞬间被击倒在地。躺在地上的卢比奥是两眼望天，魂归故里。但起身之后该装还是要装的。裁判，这就结束了？我还没有打够呢。裁判心说，你是小短命鬼见阎王，不见棺材不掉泪啊。
就连台下的十字固女王隆达罗西都秒变小迷妹，不禁感叹：中量级拳坛还得是我三哥。第4位拳手多米尼克·韦德，俗话说拳怕少壮，他比此时的格罗夫金足足年轻了8岁左右。18战全胜的战绩让他从未尝过失败的滋味，而今天的这场比赛就是韦德最后的障碍，只要战胜传说中的三哥，就可以拿下所有腰带，直接封神。出场时的韦德是由内到外的散发着自信，都说你格洛夫金是这个级别的 No.1， 今天就让你见识一下谁才是中量级的最强王者。而三哥格洛夫金这边就像个没事人一样淡定，完全没有把对手当一回事儿。对手189公分的臂展，足足比三哥多出了11公分，这在拳击比赛当中可是如同 bug 一般的存在。按照道理来说，三哥只有被吊打的份儿，但传奇之所以是传奇，就是可以不讲道理，并且打破种种的不公。三哥快速上步推翻了臂展的魔咒，让这只长手怪优势全无。在首回合快要结束时，一记摆拳命中对手要害，对手瞬间倒地，瞪大了眼睛怀疑人生。但好在首回合还剩几秒，对手死里逃生，得到了喘息的机会。在中场休息期间，教练团队也不停地安慰：没事没事，刚刚那一拳纯粹就是个突发状况，下一回合咱们先稳住局面，再找准时机将其秒杀。就这样。但是第2回合刚刚开始，三哥就鱼枪加满，火力全开，但对手韦德也绝非善茬，不断用组合拳进行着猛攻。三哥这边用花岗岩下巴照单全收，扛下了所有伤害，韦德也彻底懵逼了，你到底是个什么怪物？就在第2回合还剩下70秒时，三哥上勾加后摆直接破防，韦德瞬间倒地，是迷迷糊糊。裁判在读秒的那一刻，韦德连死的心都有了，但是没有办法，冠军腰带就在眼前，强撑着头皮也得往上冲啊！三哥一看，顿时傻眼，于是二话不说，用一记超级大摆拳直接打跪了韦德，捍卫了自己的冠军腰带。裁判一看韦德这个样子，就在象征性的读秒之后，结束了这场一边倒的战斗。韦德在这场比赛之后，虽然连续赢下了2场获胜，但却再也无缘挑战冠军，这让他觉得一切都索然无味，最终在2019年退出了拳坛。或许你会觉得前面那些个对手都是没有冠军水准的拳手，完全不足以彰显三哥的实力。那么接下来这位对手就是实打实的 IBF 冠军丹尼尔·吉尔。这是三哥出道以来第30场职业拳击比赛，同样也是对手的第30场比赛。对于吉尔来说，放眼当时的整个中量级，还没有人能够终结三哥，现在就剩下自己能和三哥扳一扳手腕了。但擂台上的格洛夫金就像油箱加满了重型坦克，3个回合的重重压迫让对手吉尔是无计可施，最终就是这么轻轻一拳，不仅击倒了对手吉尔，还亲手摧毁了对手的楣弓。爬起来后的吉尔本着好死不如赖活着心态，摇了摇头，拒绝了后面的比赛。输的真叫一个心服口服。三哥简单粗暴的打法成为了大多数拳手的噩梦。摊开整个中量级来说，谁最让对手感到恐惧？三哥说第二，绝对没有人敢说第一。虽然大多数拳手也是奔着打晕对手来的，但三哥和他们不一样，其他人都是瞄准的脆弱部位，比如下巴、腹部等等，而三哥则是把他们当成沙袋，无论拳头打在哪里，都必须是拳拳重击。或许在早年的业余时期，见识到各种不公平的判罚，才缔造了他固执倔强的性格，也逼出了他毁灭级的杀伤力。除此之外，钛合金般的坚硬下巴也是格洛夫金残暴的基石，无论对手如何重创他，他都能集中所有精力，在关键时刻打出致命一击。不以点数为导向，纯粹为了杀伤力的终极训练，让他成为了所有对手的终极噩梦。在三哥的对手当中，很多都处于不败状态，比如下面这位史蒂夫·劳斯，19战全胜，无一败绩，目中无人，是自信满满。而此时的格洛夫金已经在上一场的比赛当中输给了红毛小子阿尔瓦雷斯，心里已经是憋屈到了极致，对手还在他面前不停的嘚瑟，你就等着吧，看我怎么把你打回老家。让我们来到比赛，对手劳斯的进攻十分凶猛，他也确实有一拳击沉的能力，但是在三哥面前也就只能呵呵一笑。在首回合中，劳斯就以重拳命中，但三哥是面不改色心不跳，毅然决然地发起了反击。三哥始终坚信，最好的防守就是进攻。经历过上一场的失利，三哥必须要在这一场用终结的方式找回颜面，左手勾，右手掏，即便挨到对手的反击，他依旧要用超级大摆拳对着劳斯就是咚咚以咚咚。劳斯也感受到了三哥的硬度，但他也是站着尿尿的汉子，不仅没有迂回抹点，反而用重拳拼死硬怼。
就连解说席的娘们都知道，双方再这样打下去，迟早会有一个人被终结。果不其然，当双方来到第4回合，三哥照着脑袋就是一拳。老四想要搂抱来争取时间，但三哥却快速挣脱，始终保持着一个节奏，是疯狂猛攻啊！最终，三哥一记夺命重拳狠狠地砸在对手的下巴，那声音清脆悦耳，令人振奋。老四是趴在地上，眼睛瞪得像个铜铃，就好像被卡车撞了似的。想要爬起来挽回点颜面吧，但双腿就像是灌了铅一样，让他往东，他偏要往西；让他起立，他偏要下跪。获胜后的格洛夫金在所有拳迷的呼唤当中，也总算舒了一口大气，证明了自己并没有因为输给阿瓦而一蹶不振，失去斗志。格洛夫金的坦克打法就是一步步的侵略对手，他重拳所带来的穿透能力，就像一颗小小的子弹。即便它很小很轻，却能轻易地射进对手的身体。他的出拳不像在打边，而是更像打桩或者是抡铁锹。这样的拳头，即便打在身体，也能让对手瞬间肝肠寸断。三哥这一辈子只输给过一个人，那就是红毛小子阿尔瓦雷斯。除此之外，他没有任何的对手。你可以说他技术不够丰富，但绝对不能质疑他的重拳。在擂台的三哥就像一头发了疯、紧盯着猎物的孤狼，分分钟有教对手做人的实力。总之，用一句话评价，那就是巅峰无敌。